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03年9月30日是中秋节，凌晨4点半左右，华盛顿州 Belleville 市有人报警，称108号公路与520号交叉口发生了严重车祸。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可即便是见惯了各种交通事故的大场面，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们倒吸一口冷气。马路上有长长的刹车痕，路边厚实的水泥墩已经被生生撞断。循着痕迹找过去呢，远处绿化带上一辆白色保时捷911，底儿朝天，车身严重变形，车顶也已经被压扁，车底还冒着白烟，似乎随时有爆炸起火的可能。最终救援人员从车里头发现了一名女司机和一名男乘客，男乘客已经当场身亡，而受伤的女司机被紧急送往医院。警方称酒精在这起悲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初步证据表明司机的判断力受损可能是这起致命事故的重要原因。事故中的2位当事人都是华人，不仅是正值青春年华，而且有着非常好的职业前途。死者是27岁的男性，是 TikTok 的工程师。司机呢，26岁的女子是苹果公司的程序员。酒驾和超速让他们2个人一个当场送命，另一个前途未卜。说起来这并不是一桩复杂离奇的刑事类案件，警察已经定性了，说年轻的司机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惨重的代价。事情发展到这儿呢，无疑是一起令人扼腕的悲剧。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千万要注意安全，别超速，更不要酒驾。然而呢，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当地的法院颁布逮捕令前这位受伤的女司机就神秘地消失了。接着有不少华人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称这位肇事女司机因为害怕被判刑，已经火速逃回了中国。不仅如此还有自称是死者朋友的人披露说，出事后女司机是极尽所能的隐瞒男朋友的死讯，跟认识他们的人呢谎称男朋友一切都好，另一边却在微信群里大量的换汇，为潜逃做准备。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拒绝向警方透露任何关于死者的信息，导致警方呢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渠道才确认了死者的身份。这么做也导致死者的父母是滞后才得知儿子死亡的消息的。这些爆料的内容让这起车祸成了北美华人圈最近的热议话题，也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谴责。上一次引发海外华人这么大规模关注的还是那个湾区华人在他妻子死后与认识9天的新欢闪婚，然后报警驱逐亡妻双亲的事件。而这次的事件引发关注呢，除了事故本身的后果严重，女司机意外潜逃之外呢，这位女性司机据说还是个网红，年轻美貌，工作又好，平时喜欢在社交账号上秀优越，跟这些因素都有关系。M2 档案呢也是收到了粉丝的留言和邮件，其中就包括了案情的细节。我们就根据目前手头有的这些信息对这起车祸的起因和事件的发展做个梳理。这期视频内容中车祸的部分来自美国媒体、法院文件和警方的录像，其他全部来自网络和粉丝的爆料。分析和评论呢也仅基于目前已有的信息。如果哪位同学还有更确凿的内情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根据警方在10月5号签署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咱们先来还原一下事故发生的经过。9月30号，也就是周六凌晨3点44分左右肇事车辆在美国华盛顿州的 Belleville 市中心通往520号大道时发生惨剧。26岁的叶婷驾驶着一辆2020年款的白色保时捷911，车上的乘客呢后来被确认是27岁的柳玉宝。叶婷以超过90英里每小时，就是接近145公里的速度行驶在108号大道上，在汇入520大道的交口处呢失去了控制，车子就高速撞上了路边的水泥护栏，冲破障碍后在空中又翻转了数圈，飞越了蓄水池，撞上了桥的一侧，最终底儿朝天的摔在了520大道旁的绿化带。警察和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看到车辆的损毁严重，驾驶侧的车门是全车唯一能够解救2人的出口。他们呢先是救出了驾驶员叶婷，然后钻进车内，剪断了柳玉保单全带，艰难地将他从副驾的座位上拖了出来。
急救人员检查后确认，柳玉宝已经不幸当场身亡。在处理叶婷的伤情的时候，一名叫 Andrew 的消防员表示，在叶婷的呼吸中嗅到了浓烈的酒精味。急救人员 Savaya 也证实了这一点。随后叶婷被救护车送往港警医疗中心。警方呢立刻申请了搜查令，以获取叶婷的血液酒精浓度的报告。Belleville 市的这个交通摄像头也记录下了叶婷的车发生事故的这个时刻，以及该车在进入事故路段前在112号大道和24街交叉口的行驶状况。华盛顿警察局的 Negrin 警官根据录像写道，在112号大道和24街的时候，叶婷的车速就达到了92英里每小时。在108号大道的时候呢，他的车速到了94英里每小时。车子失控后车身打横过来，驾驶员一侧朝前方冲过去，车子撞上了混凝土护栏前的速度至少是91英里，也就是146公里每小时。现场呢也留下了明显的轮胎痕迹，这些痕迹起初是在南向的车道上，尽管叶婷当时呢是向北行驶的。Negrin 警官还表示，事发的时候路面干燥，并且叶婷的车与护栏相撞前没有与任何物体发生碰撞，因此基本就排除了天气的因素或者路面状况对事故的影响。我们也查了一下，无论是112号大道还是108号大道，限速呢都是30英里，也就是48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叶婷的车速是当地限速的3倍以上。以这么高的速度撞墙，这个司机居然没有致命，只能说也是挺侥幸的。也有网友歪楼讨论起了这个保时捷的安全性，这个不在咱们今天的话题之内。这份事故认定书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叶婷涉嫌违反了华盛顿州修订法案第42章61节524条的机动车杀人罪。根据此法条呢，机动车杀人罪分为3种情况。一是非故意行为造成他人死亡，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因疏忽、违反交通规则或其他的法律导致他人死亡。2呢，就是酒驾或者是受药物的影响驾车造成他人死亡。3就是鲁莽驾驶或者无视他人的安全。看了以上3种情况似乎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描述叶婷的行为。而根据警方的这份事故认定报告呢，西雅图的检方向华盛顿州高级法院以机动车杀人罪申请逮捕叶婷。检察官在案件摘要里特别的列出了几点，说第一鉴于被告人的伤情，警方无法在现场对其进行任何询问，但是呢，在事故发生3小时后，对被告的血液酒精浓度测试的搜查令得到了批准，法医已经获得了血液样本，相关的结果正在等待独立办公室的检测。第二，柳先生受重伤，在现场被宣告死亡，遗体被送到了国王县法医中心，而被告人拒绝向警方提供任何关于柳先生的信息。调查人员不得不通过柳先生在西雅图的工作地来通知他的直系亲属有关他的死讯。第三，被告人于2021年2月12日获得驾照，在此次事故前呢没有交通或者刑事犯罪历史。他所驾驶的车是2020款保时捷911，估值在 9.7 万到 13.3 万美金之间。第四，被告人和柳先生都是中国籍，住在西雅图是因为工作，不清楚被告打算在西雅图停留多久。他的地址是一间单卧公寓。华盛顿州与中国是没有引渡条约的，被告与当地的社区也没有任何的联系。鉴于以上几点呢，检察官要求将叶婷的保释金额定为200万美金，另外提出了几项条件，包括被告必须交出护照，不得开车，且未经法庭允许不得离开华盛顿州。若被告未能支付保释金，则需要居家监禁，并且带上电子脚铐，并进行酒精的监控。检方的这个要求在10月9号得到了高级法院的批准，法官开出了逮捕令，并且将保释金额定为了200万美金。如果不交保释金则需要将被告拘留，等待开庭。然而呢，当华盛顿警方拿着这份逮捕令赶到叶婷所在的医院的时候，却发现叶婷已经出院了，人已经不知所踪了。不久后开始有人连续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说西雅图女程序员醉驾导致男友身亡，女事主却悄悄潜逃回国的消息，
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原来啊，叶婷还算个小网红，她凭借着靓丽的外貌、名校研究生以及苹果公司数据工程师的履历，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积攒了数千粉丝。这种酒驾导致男友死亡，随后逃逸的行为，与她在网络上的形象和职业身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另外啊，一些自称是男生好友的人接连爆料说，叶婷呢极度自私，不仅拒绝向警方透露男生的身份信息，甚至还对男生的亲朋好友隐瞒他离世的消息，导致受害男友的父母和亲友啊得知噩耗已经是2周之后了。而更加让网友心绪不平的是啊，有人发现叶婷在事发后依然在社交账号上更新在家里头喝下午茶、享受生活的信息，打造一个岁月静好的假象，一边呢偷偷的在微信群里用美金换人民币，为回国做准备。等顺利逃脱后呢，又删除了所有的社交页面，企图通过销声匿迹来躲避责任。这上述的种种行为啊，使公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峰。然而就在这时， YouTube 平台上却突然出现了大量印度裔 UP 主，说叶婷啊在医院里抢救无效，成了这起车祸的第2个遇难者。这峰回路转、9曲18弯的剧情，看的人是云山雾罩、不明就里。到底是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呢？叶婷到底是逃回国了，还是在医院里头就不治身亡了呢？事情发展到这儿啊，咱们得先来捋一下时间线。你看啊，车祸是发生在9月30号，逮捕令10月9号就下达了。如果说叶婷真的逃走了，那么也就是说她在车祸后短短8天的时间里，带着伤、订好了机票、打点好在美国的一切，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逃回国。到底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事实上啊，抓捕叶婷的通缉令一直到10月9号才进入系统，因此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呢，他的确可以离开美国而不受到边境的阻拦。但是从他的身体状况上来讲，他的伤允许他离开美国吗？尤其是在看了10月2号叶婷在医院接受 Nigrin 警探的询问时的现场录像后啊，人们很难相信他是真的逃回国了。因为从录像中看啊，怎么看他的状况都不像是能起床跑路的样子啊。当日啊 Nigrin 等警探来到了叶婷所在的港警医疗中心做第一次询问。跟着警方的录像呢，咱们可以看到叶婷身处急诊病房。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还是对该段录像做了一些处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叶婷可伤得不轻啊。她的右臂从腋窝下一直到手腕都打上了绷带，脖子上戴着颈托，鼻子上插着呼吸管。说话声音呢是微弱而断续，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她的意识还算清醒。以下呢是叶婷与 Nigrin 警探的对话。首先呢，警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就在此时啊，叶婷要求一位男性朋友到自己的病床旁边给予自己支持。这位男性啊，原本在叶婷身旁，在警方抵达后就退到了摄像的镜头外。在叶婷的要求下呢，警方同意让叶婷的这位男性朋友依旧站在病床旁边。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不是这讨论的重点，但是可以看出叶婷对警察即将开始的询问感到非常的紧张。接着Nigrin 警探说明，这段录像发生在10月2日下午2点02分，并且向叶婷念出了程序上的米兰达警告。So today is October 2nd, 2023, and it's about 2:02 p.m. This is Detective Nigrin with the City of Bellevue Police Department. This interview is regarding case number 2023-53397. I am interviewing Ting Lee. Ting, can you spell your name for me, please? My name is Ting Ye. Are you able to spell that for me? T-I-N-G-Y-E. Okay. 当 Nigrin 警探告知了叶婷他的相应权利后，又问他是否自愿地回答一些问题。叶婷直接回道：那今天的这次访问，我是否也能让律师代我回答问题呢？这之后啊，两方的对话就主要是围绕着怎么请律师进行的。而警方告知叶婷，他既可以在互联网上找一位律师为他代理，也可以要求一位公共辩护人为他做辩护。这次的询问呢，大约是在当日下午2点10分就结束了。
自始至终警方没能问他任何和车祸有关的问题，因为叶婷在警方念完米兰达警告后，就要求由律师全权替他回答所有的问题。看到这儿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叶婷当时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但伤情看起来并不像是短期内就能出院的样子，所以他到底是否潜逃回国一直是个疑问。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只能看到中印网友的爆料，但从未得到警方的官方通报。时间来到10月27日，所有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Belleville 警方确认叶婷已经逃回中国，他们已经启动了国际搜索。华盛顿州公共信息官 Seth 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澄清了一些细节。首先二人车祸是发生在凌晨3点45分左右，直到45分钟后才有路人发现车祸现场，报了警。其次根据警方对现场刹车痕迹的测算，事故发生前该车的行驶速度超过了100英里每小时，也就是时速其实是160多公里。最重要的是有人开车将叶婷从西雅图送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叶婷从温哥华搭乘飞机飞回了中国。至于这个人是谁，警方还在调查当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谁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之前有人质疑为什么警方这么晚才发这个逮捕令，为什么医院内无人看守，竟然能让一个伤患给跑了。 Seth 也在采访中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首先这个逮捕令的签发是需要一定流程的，不是警方一家说了算的。正如前面咱们所说的那样，需要警方出具事故认定书，然后检方根据认定书去向法院提申请，最后法院同意检方建议，再发出逮捕令，这个需要一步一步来。其次叶婷一直拒绝配合调查人员问询，一定要律师在场替自己回答所有的问题，所以警方只能单方面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够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等到出完这个认定书，法院也下达了逮捕令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叶婷早就出院跑了，并且叶婷出院时医院方面也没通知警方，因为那个时候他身上还没有这个逮捕令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警方为啥不派人看守叶婷呢？这是因为他们压根也没想到他伤成那样还能跑路Seth 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由于叶婷的伤情我们根本不相信他能在短时间内出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有必要去派一个警员守着他。警方的说法倒是也能说得通，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刚刚发生了严重车祸的女生，上一秒还插着呼吸管，打着绷带，缠着颈托，下一秒就收拾包袱坐车越过美加边境，又打了10几个小时飞的回国什么创伤后遗症车祸综合症伤筋动骨100天看来对叶小姐来说那都不是事儿。不知道叶婷的逃跑是不是给华盛顿警方留下了心理阴影，会不会以后再遇到中国籍女嫌犯，无论伤情有多重也得留个心眼了吧。那既然叶婷宁愿带着这么严重的伤也要跑回国，这说明她很清楚自己在美国可能面临的刑罚，以及同样的罪名在中国面临的刑罚可能要轻得多。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华盛顿州机动车杀人罪是 A 级重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将面临6年半至8年半的标准监禁，外加5万美金的罚款。而在中国酒后驾车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会被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有人说叶婷一定是经过高人指点，所以才在短时间内决定逃回中国，还有的甚至爆料称叶婷的爸爸是一位中国的检察官。对于这些信息我们无从验证真伪。实际上即使不需要什么高人指点，网上也能查到有关华盛顿州机动车杀人罪的量刑标准。这些信息一般是华盛顿州的刑事律师给自己写的软文广告，在软文的最后，律师一般还会写道，通常政府不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提出这项指控，警方和检察官进行调查，并等待收集所有相关证据和毒理学报告。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车辆杀人指控最终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提交法庭。因此建议大家明智地利用这段时间。其实律师们的意思是让被告人赶紧利用这段时间聘请他们做代理，但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给了当时正在网上查找代理律师的叶婷其他的灵感。总之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差成功地逃回了中国。除了是谁带着他去到了加拿大，还有他爸爸是谁，
很多网友更关心的是逃回中国的叶婷是不是真的就金蝉脱壳了，是不是还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关于这一点公共信息官 Seth 说，我们想向叶女士表明，她因机动车杀人罪被通缉了，我们需要她回来与我们谈谈，这样子受害者的家属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但是其他国家有，他应该意识到，如果他试图去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被立即逮捕。难道说叶婷唯一的惩罚就是余生不能再去一些跟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了吗？对于这个事儿网友们有几种看法。第一叶婷回中国是在美国警方下达逮捕令之前，这算不算是潜逃？我也不知道你要逮捕我呀，事先又没有禁止我出境，那我回国疗伤难道不可以吗？第二呢，就是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两国的司法实践的重点是贪腐、诈骗等案件的信息交换和个案联合侦查。美国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兴趣耗费资源去追究叶婷。第三呢，就是叶婷不是在事故现场跑的，交通事故更没发生在中国，所以他不会受到中国的法律制裁。凡此种种当事人叶婷回国后真的不会受到追究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希望看到我们视频的法律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比如罗翔老师，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